你身上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你昨天晚上没回家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办公室。一个人？当然是一个人。那你身上香水味怎么回事？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小雪，你坐，我想跟你聊聊。你说吧。你觉得咱俩就这么过下去有意思吗？没意思。那你觉得咱俩还有必要这么相互折磨下去吗？我没折磨你。你没折磨我。你没折磨我。昨天你跑到我们昨单位去。天是我不对。你真这么想？我不应该跑到你单位去，让你没面子。我应该给你解释的机会，是我太冲动了。你真这么觉得？昨天的事情，确实是我不对。小雪，你这么说，我真没想到。其实我也有错。买房子的事泡汤了，我早应该告诉你的。但是我知道你是怕我不高兴，我妈都跟我说了。哎呀，其实包括之前的事，我都能跟你解释清楚的。光明，以前的事情，你有你的错，我也有我的错。但是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：你还想不想要这个家？现在，如果说咱俩接下来能一直都像现在这样，我当然想过下去了。只要你别再对我疑神疑鬼的。我疑神疑鬼是因为你老骗我。那我也不是诚心的呀，你都说了，你也知道我是怕你伤心嘛。可事实上你就是骗了我。好了好了，互相认个错，以后改正，听见没有？你能改正吗？我能改，问题是你能改吗？一起改嘛。妈提醒你们一句啊，以前发生的所有事情，一句话都不许再问了啊。光明不是说了吗？房子就不买了，不买就是好事儿啊。明天去把复婚的手续给我办了，好好的日子好好过。哦，光明啊，不早了，妈要回去了。啊。你身上什么味儿？什么味儿？你昨天晚上没回家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在办公室。一个人？当然是一个人。那你身上香水味怎么回事？你说实话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晚上去酒店。你有没有句实话？一会儿酒店，一会儿办公室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去酒店睡了一晚上。你说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女的在一起？你们是不是去开房了？什么开房？我就是去睡了一晚上。许光明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是不是人啊你？我就不要脸了，我不是人，你满意了吧？你们要干什么？老毛病又犯了，你什么事情你问问清楚啊！问清楚，妈，你问他，你问问他，身上香水味哪来的？他从来不用香水，他解释得清楚吗？一会儿办公室，
一会儿酒店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是不是拿着钱去养小三了？你放屁！许光明，你还记不记得你家里有个老婆孩子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？我记得，我记得你是我前妻，我记得咱俩已经离婚了。姥姥，爸爸是坏人吗？那妈妈是坏人吗？他们如果都是好人，那为什么总是吵架呢？王老师说，好人和好人就应该相亲相爱，只有碰到坏人才坚决做斗争。你爸爸妈妈呀都是好人，那为什么他们总是吵架呢？来，过来。姥姥告诉你一个他们为什么要吵架的小秘密，好不好啊？但是你要替我保密哦。好。假的。假的？因为你的妈妈呀是个演员，她要去北京演一个音乐剧，她扮演的就是一个又生气又失落的母亲。她一直找不到那样的感觉，因为我们的家里是那样的和睦，婷婷那样的听她的话。那是爸爸给她出了一个主意，说我们就假装吵架，他们以后吵得越凶，妈妈就越能找到感觉，那个戏呀，你就会演得越来越好。假装的？就像我和牛牛玩过家家。是，他们就像过家家。妈，这2天都住在哪里呀？在办公室凑合了几宿。妈，这些天你还好吧？你说你不好，我还能好吗？妈，我知道我跟小雪这事让您添堵了，对不起。我明白您是想让我跟小雪再回到从前，可是妈，我们回不去了。为什么？妈，我们俩现在就像是一艘远航的船，而船底已经千疮百孔，都裂缝了，还能再走长久吗？即便今天不离，以后也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想过没有？沉下去的船上还有你的孩子，孩子怎么办？想过，就是因为想过婷婷，才真正下了决心。而且，我也真的受够了妈，不想再受这个憋屈了。事实上，我也到今天才想明白，我不能一味的再这么让她下去。我越让她，只会让她
更加得寸进尺。妈，这些年来你怎么对我心里特别明白，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。可是我跟他，我真的彻底死心了，真的对不起妈。太自私，都太自私。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，想没想过一个孩子的感受？下个礼拜是婷婷的生日，打算让她怎么过？光明，让孩子年年有一个快乐的生日吧。就算妈，求你。你去见许光明了？没错，我见了，刚刚见。你们都说什么了？我还能跟他说什么？你们不是都已经离婚了吗？我能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孩子你是太任性了。人家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你呢？你在家里轻松自在，弄你那些漂亮的衣服，怎么还真打算到北京去混呢你？那我该怎么办？像个怨妇一样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天天以泪洗面，像秦香莲似的吗？你去了北京，孩子怎么办？以前生活上有你照顾，经济上有许光明，我什么也不用操心，什么也不要想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许光明把我给坑了。就我那点破工资，还不够买5斤排骨的呢。我现在得自食其力，我得让自己强大起来，我得让许光明看看，没有他，我照样可以活得很好。小雪，妈想告诉你一句话：成名成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吧？可7年前我差一点成功了。当时都有经纪人来找我，还不是你们逼我。在说什么呢？你还在说你7年前的事儿？7年前你不是怀孕了吗？你怀了孕，你不踏踏实实在家里生孩子，你想干什么？是啊，7年前不是已经错过一次机会了吗？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。这是你说的话吗？啊？这是一个当妈说的话吗？你自己不成功，你怪孩子，你怪婷婷啊？姥姥，不怕啊。婷婷，来，妈妈跟你说。婷婷啊，妈妈明天啊要去北京演出了，你在家要乖乖的听姥姥的话，不然的话，姥姥就要骂妈妈，知道吗？我也跟你说句话，过2天就是这个孩子的生日了。你自己看着办。妈，你真把我当傻子？离婚协议怎么写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？这是什么？你自己看嘛。起诉书。我跟法院已经起诉了。前天我特意去问了一下，他们说像我这种情况，胜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非要闹到上法院的地步啊？已经到这一步了，就要做这一步打算。他许光明无钱，就不能怪我无义。小雪，你们这么做，想没想过婷婷的感受啊？就是为了婷婷。不上法庭，怎么把婷婷的抚养权夺回来啊？但是你不是要去北京吗？万一跟这法院开庭的时间是有冲突的，怎么办？法院会提前通知的，应该也没这么快。去北京也用不了几天。婷婷生日之前，我就会回来的。许光明知道吗？他会收到传票的。真的闹到了这个地步了。是许光明太无耻了。
跟我离婚，还想让我净身出户。我就是让他知道，我丁雪也不是好惹的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我来。装好了，咱们就都上车吧。等等我，团长，不是说2点半出发吗？怎么提前了？小曼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团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冷静点儿。团长，你答应我的，怎么临时就变卦了呢？走了，走了。啊，走。我是答应你了，可你答应我的事儿，不也变卦了？谁说变卦了？我让我老公问了，合同马上就下来了。丁雪，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把我当傻子？为了这次去北京，你就整出这么个子虚乌有的房子忽悠我？你跟你老公离婚的事儿，恨不得全团都知道了。谁说的？你别管谁说的，我问你，是不是这么回事？走，上车，去机场。哎，哦，薛总，你找张团长吧，他不在。哦，那个，我知道他不在，我来看看你。怎么了？来看我笑话呀？怎么可能呢？丁雪老师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怎么能看偶像笑话呢？是不是？丁老师，我想跟你说，其实这次北京去不成呢，没什么所谓的。正如你们张团长所说，这次去北京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文艺汇演，即便是去了，它也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，掀不起什么浪花来。你不用安慰我，我没事，你走吧。丁雪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啊跟小的时候是一模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小时候，啊，云雪，你不会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吧？你谁啊？中学的时候，铅笔盒里的毛毛虫，板凳上的胶水，还有总是没有气儿的自行车车胎。你看，你是课桌里的癞蛤蟆，还有你裙子上的红墨水。薛立军，红墨水的事也是你干的？那是老蔫儿干的，不过也是我出的主意。你怎么改名了？现在叫薛一海啊，就是个艺名，艺术的海洋，艺海无涯嘛。就你那草台班子，还艺海无涯呢？我看你的脸皮啊，比小时候更厚了。谢谢丁老师夸奖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丁雪啊，你瞧不上我这团队，不过没关系。我想跟你说，现在这个年代，你想出名、成名、成家，他不见得非得在金碧辉煌的大剧院才能够实现。英雄不问出处嘛。
薛丽晶啊，你就别白费口舌了，我还用不着你来指点迷津。那也许我能帮你实现你心中的梦想呢。好了，你快走吧，别打扰我。你想出名、成名、成家，他不见得非得在金碧辉煌的大剧院才能够实现。换个思路，现在有很多当红的明星歌星，他都有过在歌厅、酒吧、夜场演出的这样的底层经历，是吧？英雄不问出处嘛。所以我也希望丁老师你能适时的转变一下你的思维。有句话说的特别的好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你怎么才来啊？你看看，这都12点多了已经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金老师，这海城离这儿好几百公里呢。我一接到你电话，我马上把手头的工作全放下来了，没想到还迟到了。好几百公里啊！啊，金老师，你不会没去过海城吧？我去那干嘛呀？要不算了吧。去那么远的地方，那我不得抛家舍业的？哎呦，丁老师，别，你这不都已经想通了吗？其实你感觉这好几百公里很遥远，但是我跟你说，你家里要有什么事儿，我开着车一脚油门就给你送过来了，很方便的啊！我先把行李给你装进去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要不让我再考虑考虑？哎呦，丁老师，你就别考虑了，走，赶紧，哎，上车。谁都不会错过，终于迎来今天这欢聚时刻。好，咱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再来，好吗？老高，怎么了？想问你一下，老齐的闺女如果打官司，肯定能赢吗？起诉了吗？我还说给老齐介绍个律师呢。那你先说说需要准备什么？这官司没什么复杂的，把必要的材料准备好。法院要进行调解的话，就尽量调解。目的呢，是把不公平的离婚协议条款改过来，而不是为了赌气。还需要什么别的材料吗？房产证明、家庭存款证明，还有家里贵重物品清单，这样在财产分割的时候才不会吃亏呀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就是你闺女的工作收入证明，这是争取抚养权所需要的，证明有独自的抚养能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项最重要的，
就是买这套房子的相关手续证明，必须证明你闺女是被骗的。如果没有证据证明，那就说明你闺女自己反悔了当初的决定，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。怎么样？明白了。上次许光明忽悠你买房子的那个合同，怎么了？啊，人家专家告诉我，你不是打官司要用的吗？已经撕了。1、2、3、4。哎，林老师，这就是我的地盘，看见没有？风月无边，名字是不是挺有意境的？就这儿啊？别人歌舞厅都是开在市中心的，你怎么跑郊区来了？林老师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你别看这个地方它离市区远，但是呢，工厂多，企业多啊，很多有钱人啊都住在这附近，生意好得很。那我们住哪儿啊？就这后边。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我想再多问一遍，是不是真的没有希望了？妈，这话我已经跟你说了很多遍了，这是我们2个成年人共同做出的理智的决定。那我就真的不明白了，夫妻之间就为了多买一套房子，可以闹到这个地步？有没有可能再回去重新过以前的日子？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小雪。那看来你是铁了心了。妈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。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也无话可说。但是有一条，财产分配，我有我自己的看法。尽管你们2个是有离婚协议的，但是这个离婚协议对小雪不公平。妈，您的意思我明白。我之前也说过了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会力所能及的多拿出一些钱来补偿小雪。可是那个房子，那是我们单位分的，是小产权，到现在都是单位集体的，所以这个房子我没有办法转给小雪。那我就要用一个不准确，但是不得不说的字：骗。骗？你在骗我们？你不承认？我跟小雪离婚，我们刚开始没打算真离的，我们是为了买那房子。叠翠上场是不是？是，叠翠上场，但是后来买不了了，因为我发现我也被人给骗了。我请你再说一遍，大声地说一遍，买房子是你的主意，你跟小雪办假离婚就是为了买这一套房子，是不是？是我的主意。买房子是我的主意，假离婚也是我的主意。可妈，我们办这个假离婚，就是为了少交点那个首付的贷款嘛，您明白没有？老康，这样做证据行吗？没有简介翻录过，没有。那就可以。法院呢会先安排你们走调解程序，这份录音要他第一时间拿出来。我明白了，麻烦您了。老秦，那我就不留你了，你赶紧去吧。嗯，好。哎，回来了啊！哟，
家里有客人。哈，那个老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儿子康健，前2天刚从美国回来。这是我们合唱团的老齐，叫齐阿姨。哦，齐阿姨好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阿姨。这是要走啊？啊，对。再坐一会儿吧。不了，外面有人等我呢。哦。那我先走。好。老齐慢走啊。慢走，老齐。哎。你们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我估计我下星期就能把合同给签了。哎，爸，这齐阿姨就是您说的那个她闺女被人骗假离婚的？就是她，这不招来咨询来了吗？看看怎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啊，对了，她的那个前姑爷就是骗她闺女那个，还是你的同行呢。真的？什么医药研究所的，说不定你还认识。咱们市就一家医药类的研究所，您知道叫什么吗？好像叫什么啊？许光明。许光明啊？这什么地方啊？这也太闹了吧！你乱起哄啊！我认为啊，最好的回应，观众最好的回应，就是对演员最大的尊重。哎，那个下面跟丁老师出头，丁老师，把您记住。OK， 走。这我就不放了吧？哎，你这身看不上演出服了吧？废什么话！丁老师说不换就不换了。不换。丁老师的舞台经验还不比你丰富吗？那是。不换。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接下来，请大家伸出你们发财的双手，掌声有请出我们这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，他就是红遍港澳台，连续3年登上春节联欢晚会，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文化大使称号的丁雪老师，掌声有请。怎么了？抓紧安排换下一个节目。姐，怎么不唱啊？你这跟观众多热情啊！我做不到，我心里过不了这一关。对不起。接下来请上我们来自广州的钢管舞大赛冠军得主，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。来 ，Cheers！ For a moment. Of course. 白先生，你们先聊啊。Thank you. 方便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咱们出去聊会儿。合约都签了，有什么好聊的呀？有点事儿跟你说。来。高明，我觉得你对我有点意见啊。这什么意见？不至于，各为其主，我能理解。能理解就好。哎，我听说最近家里压力挺大的。还行吧。不过你也别太心烦了，离婚协议上抚养权写的归你，法院到时候肯定会考虑的。你怎么知道我们闹到法院去了？我还知道丁雪把你给告了。丁雪他妈找我爸做咨询来着。他们怎么认识的？他们好像是一个什么老年合唱团的团友。啊，难怪呢。老太太跟你爸说什么了？说了不少呢，说你借口买房子办假离婚，说你把丁雪给骗了。那你信吗？别人的人品我不知道，你许光明这么厚道的人，这怎么可能是你做的事儿？
这事儿是真的？不会吧？用什么假卖房子骗他真离婚这种事儿，我肯定干不出来。但是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也真的是觉得过不下去了。你也不容易啊，兄弟。哎，行了，安全到家了。谢谢。哎，丽雪，那个就是那合同的事儿，你想的怎么样了？合同的事，我看要不还是……哎，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再想想吧，不着急啊。这你拿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你拿着用。想收买我？两码事儿。丽雪啊，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想留下呢，我是由衷的高兴；你不想留下，我也绝对尊重你的选择。那也不合适，这个钱我不要，你拿回去。哎，丽雪，你看你，那再怎么说，咱们俩是同学，对不对？你用得着跟我这么客气吗？这么着吧，算我借给你的，你有钱了马上还给我，行了吗？来，就这么定了。那个随时打电话啊，先走了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婷婷啊，妈妈回来了。有没有想妈妈呀？你怎么不叫妈妈呢？变小哑巴啦？怎么回事啊？看着妈妈不高兴吗？妈妈可想你了。妈，婷婷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说话呢？你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吗？变得不乖了怎么？这婷婷怎么回事啊？法院的通知书下来了，我找了许光明。你去找许光明了？我不是说我的事不用你管吗？你好什么？我不就是为了你好吗？我说不用你管就是不用你管。许光明就是个混蛋，你跟他讲理能讲得清吗？婷婷啊，哎，婷婷啊，你怎么把门锁了？婷婷啊，开门，快给妈妈开门啊！婷婷啊，你这样妈妈要生气了啊！婷婷，不能做傻事儿啊！快点！这孩子真要是。婷婷啊，婷婷啊，婷婷，婷婷啊，婷婷，许婷婷啊，许婷婷啊，你躲哪去了？人呢？许婷婷啊，你躲在下面干什么？很好玩吗？你打算永远待在这里啊？你渴了、累了、困了，你都在待在里面，行吗？出来！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呢啊！你脏不脏啊你啊？越打越不听话了。哎，你打什么孩子啊？你看看他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啊！有你这么管教孩子的吗？出去！干嘛呀？哎呀，出去！干嘛呀你啊？出去！太不像话了！出去！越来越不听话了。别推我，我得教育他。这孩子出去越来越倔了。给我出去！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？一进了门打骂骂的，你这样教育好孩子吗？每次我教育婷婷，你就在边上拦着护着，我怎么教育她？她该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
为什么你老要指责别人？你问问你自己。我怎么了？这2天你去哪里了？我去北京了，怎么了？你骗鬼呀你！我在电视里头我都看到了，去北京的是人家顾小曼，不是你。哎，你打算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我的事你就别管了。我怎么着我不要管了？我非要管。法院都来了，通知书了，都火烧眉毛了，天都塌下来了。你倒好，哎，在外头东游西逛，你哪那么潇洒啊你呀？你女儿天天在家里盼着妈妈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为什么每次出了事情，你都要骂我，都要指责我呢？我不说你，我说谁？好，你说，我听，行吗？哎，婷婷，该睡觉啦啊！我跟妈妈在外头谈点事儿，听话啊，自己去睡。你看一看这份材料，我是从户口本上给你复印下来的。很好啊，愿意接受调解，就说明都愿意坐下来好好谈，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。原告丁雪，你诉被告许光明以欺骗的手段诱使其离婚，并签订了明显的不公平的离婚协议，因此要求认定原离婚协议无效，并要回女儿许婷婷的抚养权，没错吧？没错。被告许光明，原告的要求你也清楚吧？清楚。那你是否认可原告的说法？也就是说，你们离婚是你以欺骗的手段达成的？不认可。你胡说！原告，注意态度。你既然说对方以欺骗的手段骗你离婚的，那么需要你拿出证据。他还让我签了一份合同。那合同呢？撕了。法官，你不信的话，可以去问他们单位同事。丁雪，问什么呀？我们同事看见的就是你在那儿撒泼骂人。如果你拿不出证据，我就没办法了。你别得意太早。这是什么？他骗我的话，他骗我离婚的话，全都录在里面了。妈妈，这是给你的。世上只有妈妈和有妈的孩子像哥哥。爸爸，还有给你的。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，他都有
许光明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这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你根本没有抚养婷婷的能力。你有吗？我有啊，我当然有啊，我有我妈，帮我一起带着孩子。丁雪，我告诉你，虽然咱俩离婚了，但是我不想给婷婷带来什么影响，所以婷婷跟着她姥姥挺好的。但我告诉你，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到法院去起诉我。我为什么去法院起诉你？你想过没有？是因为你骗了我，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你了。我没骗你。你没骗我吗？我当然没骗你。你还敢说你没骗我？咱们先不说这个，你光考虑你自己的感受，你考虑过婷婷的感受？所以我要把婷婷的抚养权拿过来，绝对不会给你的。从现在来看，婷婷跟着你也不可能有什么好日子过。你不是说婷婷没人管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爸妈下个星期就到。婷婷一直跟着她姥姥，跟她姥姥最亲了。你爸、你妈、爷爷奶奶，她见过吗？她什么时候见过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我爸我妈为什么不来？我爸我妈为什么不来？为什么不来？因为他们不喜欢婷婷，他们重男轻女。咱们现在讨论这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离婚协议上婷婷归我，你不服气你再去跟法院说去。我当然会了。会，你当然会。一次闹得不够再来一次，2次不够再来一次。你去。哎，婷婷，你看那个摇椅多好玩啊！你去玩一会儿啊，回头姥姥来找你。好，乖呀啊，别摔着了。我想再一次提醒你们，今天是你女儿的生日，今天她最大，她就希望她能够高高兴兴的让你们陪她玩半天，你们2个就得老老实实的陪她玩半天。至于过了今天、明天怎么样，我管不着，我也不想管。但今天你们是一家人，听见没有？你呢？知道了。知道了就走啊，走啊。怎么了，婷婷？我们该回家了呀。走。怎么回事啊，婷婷啊？我们在这儿待了1天了，该玩的全都玩遍了，乖。婷婷啊，怎么了？还没玩够啊？走。婷婷啊，你怎么又不听话了呢？你要这样，以后就不带你出来玩了。小点声。婷婷啊，就是没玩够，以后咱们再来玩。起码爸爸答应你，以后你每年过生日，爸爸、妈妈还有姥姥，我们都陪你来玩，好不好？走吧。啊？哎，你这孩子，你不走，我们都走了。妈妈别走。婷婷，你告诉姥姥你怎么了？啊？对呀，你怎么了？爸爸也别走。婷婷啊，爸爸为了陪你来玩，班都没上，爸爸还得回去加班。对了，过2天啊，爷爷奶奶就来了，爸爸呢，再来把你接走，好不好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就是不行。我想要爸爸，出去了，爸爸就没了。傻孩子，爸爸怎么会没了呢？爸爸答应你，
爸爸一辈子都会陪着你。爸爸骗人，妈妈不要爸爸了，爸爸就不要我了。是你爸爸不要妈妈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说错了吗？咱们说好了不当着孩子的面吵架。我就是让孩子知道，到底谁不要这个家的。有完没完？没完。婷婷，不哭啊，乖。过2天爸爸就把你接走。你休想！婷婷没你这个爸爸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刚才怎么答应我的？气死我是不是？婷婷，跟爸爸走。放手！疼！拉疼了！疼！放开！你伤到了孩子。我告诉你，许光明，婷婷从今以后没你这个爸爸。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要走，带着婷婷一起走。你带着孩子去哪里啊？许光明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要去个他找不到的地方，击死他。我说你这个人，为什么你做什么事情你不过过你自己的脑子？你舍得把婷婷给他，你舍得，我还舍不得呢。我也不舍得。我现在不是问你吗？你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？那你就别管了，反正我有地方去。不是在打官司吗？你替我去啊！我写份委托书，你全权替我代理啊！太笑话了，我替你代理。他爸爸问起来，你把婷婷带到哪里去？我怎么回答他呢？你随便吧，你就说我们上月球了。婷婷，走，跟妈妈走。站住！干什么呀你啊？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啊？请问你想把孩子带到哪里去？我带他去演出。到哪里去演出？反正就是演出，你就别管了。我非管不可了。过来，婷婷。干什么呀你？过来！我告诉你，这个孩子，我是从小把他带大的，他现在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他。你要去你自己去，我管不了。许光明带不走他，你也带不走他。不就是争婷婷的抚养权吗？我现在给你出个招啊，你就去强行把孩子带走，他只要敢拦，你就报警，警察来了也得向着你啊。你不能还像这么多年一样，丁雪一瞪眼你就怂了，是吧？谁认怂？这不是怂不怂的问题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怕孩子受委屈。你以为警察来了，孩子就不害怕了？那丁雪就不骂人了？好，好，好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理解啊。喂？啊？现在？来的挺早啊。你知道了？哦，那个单位有点事儿。我还以为你不敢来呢。有什么不敢来的？你这鸿门宴啊？说不定哦。我点了这些菜，你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再加。这足够了。你电话里说找我有事儿啊？对呀。什么事儿？先吃饭吧。你说嘛，什么事儿？你先陪我好好吃完这顿饭行不行？也许这是咱们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
什么东西啊？你自己看。这是什么呀？我怀孕了，是你的。孟珠，这，不是，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我完全喝多了，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，而且就那么一次，就怀上了。徐老师，您不用紧张，我不会缠着你的，而且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呀，也许这是咱俩吃的最后一顿饭了。你现在所需要做的，就是转身离开，从那边的门出去就好了。不是孟珠，那你呢？这个饭店出门左转500米就是一家医院。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不管的。你不用管我，我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，而他呢，担心自己的名誉，决定不肯认账。你觉得我该恨他吗？孟珠，要不我陪着你去医院？不用了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嘛。徐老师，你什么都不用解释了。孟珠，你让我想想，你让我想想行吗？你想什么？想让我怎么心甘情愿地去医院打胎，在不缠着你的同时，还对你感恩戴德吗？徐老师，您不用想了，您已经做到了。我饿死了，能吃饭吗？不走了吗？不走了。行，我给你做饭去。哎，我拿回屋里。吃饭啦！吃饭啦！小雪，吃饭啦！小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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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婷婷，小雪，小雪。